欢迎来到旭光梦想引路人。今天我想陪你走一段人生的旅程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必须在对自己有利和对别人有利之间做出选择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答案，也许都是自己。这并不奇怪，我们努力工作是希望生活变得更好，努力赚钱是希望家人过得更好，努力成功是希望自己拥有更多选择。可是有一个人却花了一生不断思考另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，真的能走得长久吗？这个人就是稻盛和夫。他创办京瓷，后来又创立第二电电，也就是今天的 KDDI 前身。到了78岁，他甚至接受日本政府邀请，接下陷入破产危机的日本航空。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整个人生，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：他谈成功，却很少把赚钱放在第一位；他谈企业，却一直强调人；他谈经营，却反复问自己，这样做究竟是不是正确的？而这个问题，最后变成他一生最重要的哲学——利他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利他两个字，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帮助别人，替别人着想，做一个好人。但如果你真的走进稻盛和夫的人生，就会发现，他所说的利他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因为真正的利他，不是让自己永远吃亏，也不是什么都答应别人，更不是牺牲自己换取别人的称赞。稻盛和夫所理解的利他，是一种在做重要决定之前，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私心，站到别人的角度重新思考。这个思想甚至影响了他后来最重要的一次创业决定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回到1984年。那一年，稻盛和夫已经不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年轻人，他52岁，京瓷也已经从当年那间不起眼的小工厂，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。照理说，这个年纪，这个位置，他完全可以选择安稳。但就在这一年，一个巨大的机会出现了。日本电信市场开始走向自由化，这意味着原本由大型电信体系主导的市场开始出现新的竞争机会。很多企业开始关注这块市场，但对稻盛和夫来说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机会，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问题：当时日本的长途电话费用相当高，而他开始思考，如果有一家新的公司进入市场，让通信费用降低，普通人是不是可以因此得到好处？这个念头最后把他推向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：成立一家通信公司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稻盛和夫原本做的是什么？陶瓷，不是电信，不是通信，也不是大型基础建设。当时的京瓷甚至没有经营通信事业所需要的完整技术与基础，而他面对的竞争者是当时规模庞大的 NTT。 从商业角度看，这是一场非常冒险的战争。如果只是为了赚钱，这个决定其实很难理解，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家成功的公司，为什么还要冒着巨大风险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产业？答案就在一个问题里：稻盛和夫每天反复问自己，动机善良吗？有没有私心？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他在做这项重大决策时反复拿来审视自己的标准。稻盛和夫官方资料记载，他在决定进入通信事业时，曾以动机善否、私心有无反复自问，因为他认为，如果真正的目的是降低高昂的通信费用，让社会受益，那么即使存在巨大风险，也值得去做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是你已经有一家成功的公司，手上有资源，有名声，有地位，这时候有人告诉你前面有一个全新的市场，但进去之后可能损失巨大，而且你还没有经验，你会怎么办？很多人会先问，我能赚多少？稻盛和夫问的却是，这件事情对别人有没有好处？
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，而这也揭开了稻盛和夫利他哲学最重要的一层。一个人如果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他的世界会越来越小，因为每一个选择最后都会变成我得到多少，我会不会吃亏，别人是不是比我赚得多。但如果一个人开始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，问题就会开始改变。客户真正需要什么？员工真正需要什么？这个决定会不会伤害别人？如果我是对方，我希望事情怎么发展？稻盛和夫官方对利他之心的解释也指出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，容易让视野变窄，从为他人着想出发，反而更容易获得周围人的合作，也能做出更全面的判断。这听起来很矛盾，但这恰恰是稻盛和夫一生最深的智慧。有时候，一个人越不只想着自己，反而越容易得到更大的成功。1984年，稻盛和夫成立第二电电企划株式会社，也就是后来第二电电 DDI 以及今天 KDDI 的重要前身。官方年谱记载，他在52岁时成立第二电电企划，并担任代表董事会长。后来 DDI 与 KDD 一度于2000年合并，形成 KDDI。但真正令人震撼的，不是公司成立，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这是一场看起来胜算极低的战争，没有现成的铁路通信网，没有高速公路通信网，没有庞大的通信基础设施，对手却一个比一个强大。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，这时候最合理的答案应该是放弃。可是稻盛和夫没有，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法。既然没有既有的通信基础设施，那就自己建立。后来第二电电利用山顶之间架设抛物面天线等方式建立通信网络，努力追赶其他新电电业者。根据稻盛和夫官方资料，第二电电虽然起步条件最不利，后来却在3家新电电业者中取得领先。你会发现，这个故事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从来不是他成功创办了 KDDI， 而是当所有人都用自己能得到什么思考时，他开始问别人能得到什么。这个小小的差别，最后改变了他的选择。而这也让我们开始理解，为什么稻盛和夫后来会说，真正的经营不是只靠能力，也不是只靠策略，甚至不是只靠努力，而是先问自己，我现在做的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，却只为了自己，能力越强，有时候反而越容易走偏。但如果一个人有能力，又愿意把能力用在让别人变得更好的地方，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开始超越自己。而这正是稻盛和夫留给普通人的第一个重要启示：成功的起点不一定是我想得到什么，有时候真正强大的起点是我能为别人做什么。但问题来了，利他真的能让一个人成功吗？还是这只是一种听起来很美好的理想？稻盛和夫的人生很快就会给我们答案，因为在创办第二电电之后，他还面临过更大的考验。而那一次，他必须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如果没有私心，我还会做这件事情吗？答案将决定第二电电的未来，也将让利他这2个字从一种人生哲学真正变成一套可以改变企业、改变人生的力量。如果利他只是在自己有余裕的时候帮助别人，那其实并不难。真正困难的是，当你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站在完全相反的两端时，你还能不能选择对的事情？这个问题，稻盛和夫用自己的一生回答，而答案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困难。上一集我们说到，1984年，52岁的稻盛和夫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，他离开自己熟悉的陶瓷产业，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——电信。他创办第二电电，也就是后来 KDDI 的重要前身。当时的通信市场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轻易挑战的地方，巨大的资本需求、
庞大的基础建设，成熟的竞争对手，每一项都像一堵高墙。但稻盛和夫真正想改变的，并不只是市场，而是他认为，如果通信费用可以降低，普通人就能得到更好的服务。所以，他把一个看似商业的问题，变成了一个人生问题。我做这件事到底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更多人？这个问题成为他判断重大决策的重要标准。但你可能会问，一个企业如果一直谈利他，难道不需要赚钱吗？当然需要。稻盛和夫从来没有否定企业获利的重要性，恰恰相反，他非常重视企业的收益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，如果企业连续亏损，最后连员工的工作都保不住，又怎么谈利他？所以，他真正反对的不是赚钱，而是把赚钱变成唯一的目的。这两者只有一线之隔，却可能让一家公司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。想象一下，你开了一间公司，今天有2个选择。第一个方案可以让你短期赚很多钱，但是客户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。第二个方案，你的利润少一点，但客户可以得到更合理的价格。如果只看短期利益，第一个方案可能更漂亮。可是，如果站在客户的位置思考，第二个选择也许才是长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。稻盛和夫的思考就是不断把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，然后问，如果我是他，我希望得到什么？这就是利他的第一层，不是可怜别人，而是理解别人。但真正让稻盛和夫的思想变得与众不同的，是他并没有把利他停留在客户身上，他开始把同样的标准放在员工身上。因为他相信，企业不是老板一个人的东西，企业由一群人组成，而这些人每天把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时间交给了公司。因此，企业经营者真正需要思考的，不只是今年公司赚多少，而是这群跟着我一起努力的人能不能因此过得更好。这个问题后来成为稻盛和夫经营京瓷的重要核心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强调一个看似简单却非常难做到的概念：敬天爱人。敬天代表遵循正确的道理，爱人则代表尊重他人，为他人着想。在稻盛和夫的思想里，经营者不能只看数字，因为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：员工、客户、供应商、合作伙伴，甚至整个社会。如果一项决策让公司的财报变漂亮，却让无数人受到伤害，那么这个决策真的叫成功吗？稻盛和夫给出的答案是不一定。而这个思想其实对普通人也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。工作上，你可能遇到一个机会，如果你抢走，自己可以得到功劳，但你的同事可能失去机会，你会怎么做？生活里，你可能发现一个错误，如果你保持沉默，自己可以少一个麻烦，但别人可能因此承受损失，你会怎么做？甚至在家庭里，你和另一半发生争执，你明明知道自己也有错，但承认错误，就代表你必须放下自尊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和成功没有关系，但稻盛和夫可能会告诉你，人生真正的方向就是在这些微小选择里慢慢形成的。因为一个人的品格不是在聚光灯下形成的，而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一次又一次选择。没有人知道你可以欺骗，你会不会欺骗？没有人知道你可以把功劳全部拿走，你会不会拿走？没有人知道你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答案，你还会不会选择正确的答案？这些选择才是真正的你。稻盛和夫后来把这种思考逐渐整理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，
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，就是人生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热情乘能力。这个公式看起来很简单，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思维方式，因为能力可能从零开始累积，热情也可以透过努力培养。可是，如果思维方式出了问题，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可能跟着偏掉。一个能力很强的人，如果只想着自己，能力越强，可能造成的伤害也越大。一个非常努力的人，如果方向错了，努力只会让他更快走向错误的终点。所以，稻盛和夫认为，思维方式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上。而他所谓的正确，并不是对我有利，而是对不对。这两个问题只有几个字的差别，但人生可能完全不同。对我有利吗？是从自己出发，这样做对吗？则是从更大的角度出发。前者会让你一直计算得失，后者会让你开始思考原则。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并不是永远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路，而是即使眼前吃亏，依然愿意守住自己的底线。因为他知道，短期的得失不代表人生最后的结果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稻盛和夫一直强调动机善否，私心有无。当你准备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时，先不要急着问成功之后我可以得到什么，先问我为什么要做。如果答案是因为我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，那就要小心。如果答案是因为我想让别人看得起我，也要小心。如果答案是因为我想赚更多钱，这本身没有错，但你还可以再问一步，赚到这些钱之后，我要拿它做什么？因为钱本身没有善恶，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使用它的人。而这正是稻盛和夫思想里非常值得普通人学习的一点。不要害怕成功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成功之后的自己。因为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很谦虚，知道自己不够好，愿意学习，愿意请教别人。可是，当一个人成功之后，最大的危险可能不是失败，而是开始相信我什么都对。当一个人开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开始把所有功劳归给自己，开始认为别人的成功都是运气，人生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另一个方向。所以，稻盛和夫一直强调谦虚，因为谦虚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，而是提醒自己永远还有可以学习的地方。但故事到了这里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因为如果你只是对陌生人利他，并不算太难。真正困难的是，当你和最亲近的人发生利益冲突时，还能不能站在对方的位置？而在稻盛和夫的人生中，还有一个比企业经营更加巨大的考验，那就是当一家企业已经成功，当数万名员工的命运与企业绑在一起，当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无数家庭时，你究竟应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？利润、股东、公司，还是人？多年后，稻盛和夫78岁，一个原本可以退休安享晚年的老人，却做了一个让全日本震动的决定。他接受邀请，接手陷入破产危机的日本航空。这一次，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一间刚起步的小公司，而是一个庞大的组织，数万名员工，巨额负债，高度复杂的企业文化，以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难以完成的任务。而他即将再次用自己一生相信的哲学，回答同一个问题：一个企业存在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人生的某个低谷，请先记住一句话：不要急着问人生能给你什么。有时候，真正能让人生开始改变的问题是，今天的我能为别人带来什么？因为当你的视线不再只盯着自己，你会开始看见更多可能，你会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看见自己的价值，
也会慢慢发现，原来一个人的人生，并不只是一场我要得到多少的竞赛，而是一场我能留下什么的旅程。有时候，人生真正的考验，不是你还能不能成功，而是当你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，你还愿不愿意站出来。2010年，稻盛和夫78岁，这个年纪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人生应该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：退休、陪伴家人、读书、旅行，安静地享受多年努力换来的生活。而稻盛和夫已经完成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象的事情。他创办京瓷，又创立第二电电，2家公司后来都发展成日本重要企业。他早已不需要证明自己，可是就在这一年，一个巨大的危机把他的名字再次推到了全日本的聚光灯下。日本航空破产了。日本航空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JAL， 曾经是日本航空业的重要象征。然而多年经营问题累积之后，2010年1月，日本航空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公司更生法程序，正式进入破产重整。这不是一家普通的小公司，它背后牵涉大量员工、庞大的航线网络、无数乘客、供应商、合作伙伴，以及日本社会对航空运输的需求。如果重整失败，影响的绝不只是公司的财务报表，而是无数人的生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日本政府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带领日本航空重新站起来的人。最后，他们找到了稻盛和夫。可是，当这个消息传出时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不是期待，而是疑问。